金秋10月，举国同庆。每逢长假，亿万中国人踏上回家的路，高速上车流如潮。而今年的高速公路有了一个显著的新景象，越来越多的新能源车成为假期路上的主角。蓝色的充电标识，闪烁的装灯，静音行驶的电动车，组成了新时代的中国出行图景。数据显示，这个国庆假期，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再创历史新高，成为绿色出行的生动注脚。国家能源局最新监测数据显示，从10月1日到10月8日，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达到516.9万次，总充电量高达1.23亿千瓦时，日均1535.9安千瓦时，是平日的2.6倍。与五一假期相比，增长23.6%，比去年国庆增长45.7%。这些数字意味着中国的新能源车正从城市代步工具，真正成为跨省出行的主力军。在这8天中，最繁忙的路线依然是熟悉的几条主干道：长深高速、沈海高速、京沪高速、大广高速、京昆高速。这些线路的充电量都超过了228万千瓦时。浙江、江苏、安徽、山东、河南等地的高速充电量也都突破了530万千瓦时。长三角、华东、华中区域成为新能源汽车最活跃的出行带，几乎每个服务区的充电区都亮着灯，像是现代版的能源驿站。这样的成绩背后是中国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厚积薄发。10年前，在高速上开电动车被视作冒险，如今几乎每条国家级高速都配备了快充站。全国高速服务区充电桩覆盖率接近95%，平均间距不到50公里。新一代快充桩功率高，效率快，30分钟补能300公里已成常态。有人笑说，现在上厕所的时间就能把电充满。这背后是国家能源局、南方电网、国家电网及多家充电运营商数年的持续投入。数据显示，仅南方电网区域今年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就比去年增长了近1倍。和几年前相比，如今的假期出行体验已经大不相同。很多电动车主分享说，过去得提前查装，担心排队，现在大部分高速服务区都有空位。热门服务区虽然人多，但导航 APP 会实时显示剩余桩位和等待时间，引导车主分流。国家电网的监控平台还能动态调节电压负载，确保各地供电均衡。以前那种没电焦虑、挣一点点被补能自信取代。但数据的增长远不只是装够用的结果，更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全面成熟的体现。今年以来，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节节攀升。9月，全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突破90万辆，占比接近1半。换句话说，市场上每卖出2辆新车，就有1辆是新能源。比亚迪、理想、问界、小鹏、蔚来、极氪、深蓝等品牌不断推出长续航、快充车型，让更多人敢开电动车跑远路。而充电桩建设也进入快车道，全国公共充电桩超过300万个，形成了世界最大充电网络。国庆假期的这场电能盛宴，其实是新能源生态系统一次集中检验。从充电桩运营到电网调度，从车企补能技术到用户使用习惯，整个体系都在协同发力。过去大家担心的假期挤装电压不足，这次并未出现大范围问题。相反，不少服务区还增设了临时快充车位，提前调度功率，让人们能顺畅完成旅程。这背后是智能调度系统在发挥作用，它就像能源界的交通导航，能实时预测负荷、分配功率，提醒车主错峰充电。当然，高峰背后也有压力，一些中西部或偏远路段依然存在装少、维护慢的情况。个别地区的老旧充电桩功率不足，假期时会形成补能瓶颈。特别是快充功率越来越高，对电网瞬时负荷提出了更大考验。部分服务区在高峰时段甚至临时限功率运行。专家指出，未来高速充电站应配备更多储能设备，通过先储后放平衡电网压力，让电力供应更稳定。这次国庆充电量再创新高，它不仅代表电动车数量的增加，更象征绿色出行理念的普及。过去大家开电车更多是节省油费，现在更多是主动选择环保。越来越多的家庭把电动车当作第一台车，甚至规划纯电自驾游。社交平台上，纯电跑穿藏线电车横跨京港澳的帖子比比皆是，这种绿色自豪感正成为新一代车主的共同情绪。与此同时，技术革命也在悄然发生。车企正推动超充换电 V2G 等多元模式，未来车辆不仅能充电，还能反向给电网供电，成为移动储能单元。当电动车与电网实现双向互动，假期高峰的充电压力就能转化为能源循环的一环。那时，中国的高速网络将不只是交通通道，更是一个巨大的能源调度体系。
可以说，今年的国庆假期是中国新能源发展10年来最真实的一次全民压力测试。它证明，中国的电动车已经不再局限于城市，而是能轻松跨越千里。